萧炎击败黑煞队后，他的声望和人气已经达到峰值，一位位新生将他奉若神明，对萧炎的指示更是言听计从，就连小妖女虎家都被萧炎掰直了。他那桀骜的目光落在萧炎身上时，总带着绵绵情意。萧炎这边，他既然被推崇为新生领导者，他自是不会逃避这个职责。他将竭尽所能，将这群新生安然带进内院。进入内院前的一处山谷，一位身穿白色锦袍的少年傲然而立。他五官精致，俊朗的面庞透着几分邪魅，属于很讨女生喜欢的痞帅类型。在白衣少年身后还跟着4位同伴，这5人就是让新生队伍闻风丧胆的白煞队。那位面相阴柔的白衣少年名为罗侯，是白煞队的队长，实力已经迈入了斗灵层次，算是内院极有名的天才人物。这也造成了他与天攀高的心性。当他知道连黑煞队都败在萧炎手中，罗侯俊朗不凡的脸庞先是拂过诧异，继而是不屑，瞥了一眼模样狼狈的黑煞队员，冷冰冰的讥讽道：“退开吧，你们已经失去了留在这里的资格。”黑煞队闻言，一位胃气的原地爆炸，紧握的双拳有青筋浮现。只是他们碍于罗侯强大的实力，也只得强吞心中的屈辱。在愤怒地瞪了一眼罗侯后，悻然地离开了赛场。罗侯不以为然，在他眼中，身为老生队伍竟然输给内院新生，这是无可饶恕的奇耻大辱。罗侯心中击溃萧炎队伍的决心也愈发坚定，他要守护内院最后的尊严。对于萧炎而言，其实他并不想继续战斗，多番轮战已经让他的队伍疲惫不堪。如若能够不动干戈，安全将新生带入内院，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结果。在进入内院前必经的关隘处，萧炎见到了气势凛然的白煞队众人。当目光落定在罗侯身上，萧炎眉毛不自觉蹙动。这罗侯确实算是一个人物，身上的气息比之前所有老生都要强横。萧炎迈步上前，抱了抱拳，沉声道：“罗侯学长，不知能否让我们通过？”闻言，罗侯只是斜睨了一眼萧炎，而后冷漠回应：“不能。”决绝的态度透着不容置疑的霸道。现场气氛骤然间凝固，一位位新生皆是面露怒意，愤然地盯着这群目中无人的老生。萧炎轻叹了一口气，表情没有太大变化。他早料到这最后一道关卡没这么简单，既然尔等要战，那他亦是不会退缩。罗侯扫视了一下这群新生，最终他冰冷的目光落定萧炎，淡漠开口道：“萧炎4人，我来挡。”猖狂，这是何等的猖狂！他竟然要以一己之力抵挡这届最强的4位新生。吴昊战意澎湃，他性格好勇斗狠，最见不得这般赤裸裸的挑衅，手中巨型血刃嗡嗡作响，恨不得立马砍杀向对方。萧炎与轩儿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脸上尽是凝重。对方既然敢如此高调阻拦他们，绝对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底蕴，此战不容小觑。还未等萧炎等人商量对策，罗侯率先动手，他身形化作一道银芒，暴掠向了萧炎等人。与此同时，他的4名同伴同时启动，他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拖住萧炎身后的那批追随者，让老大能够全身心对付萧炎4人。罗侯是一名冰属性斗灵，在飞驰过程中，他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柄长戟，这是斗灵强者的标志——斗气凝雾。萧炎不敢有丝毫放松，鼓荡体内斗气，挥动手中巨齿朝着对方兵戟迎了上去。碰撞间发出沉闷的金石撞击声，萧炎只觉手臂一麻，巨齿被弹飞，身体连连后退了几步，才稳住身形。萧炎微微动容，这斗灵层次的力量还真是霸道。就在罗侯准备出手补刀时，轩儿、虎家他们闪身而至，一尊尊斗技不遗余力地袭向了罗侯。顿时，众人陷入了混战。罗侯以1敌4不落下风，他的冰系功法可攻可守，地面时不时迸射出的冰锥让萧炎他们疲于应对。等到萧炎等人近身时，罗侯又于身前凝聚出了一堵冰墙，寻常攻击根本无法将其破开。交手数十招，罗侯阴柔的面庞划过一抹戏谑，他能清醒感觉到眼前4人斗气虚浮，难以为继。他都不用动真格，萧炎他们就会立即而败。萧炎面色凝重，心疼地望了望脸色煞白的轩儿，而后他咬了咬牙，召唤出了青莲的星火。青色火焰现身的瞬间，罗侯只觉心头一凛，这种炙热狂暴的火焰他生平未见。萧炎强行运行斗气，一火包裹的拳头猛地轰向了冰盾。下一秒，这尊坚不可摧的冰之盾墙竟是以肉眼可见速度融化崩裂。罗侯神色骇然，萧炎手中那抹奇异的火焰竟能完克他。短暂失神后，罗侯急忙调动全身气力，用斗气凝聚出了更为厚实坚固的冰墙。在萧炎手中一火现身的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想要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。既然这样，他就用斗灵的底蕴耗死这群新生。激战仍旧在继续，萧炎的一火抹平了他们与罗侯之间的实力差距。几次一火近在咫尺的攻击都让罗侯险象环生，依靠敏捷的身手，他才有惊无险避开了一火的攻击。
此时的罗侯脸上不再是之前的高傲与不屑，这群新生实力确实超越他的想象。不过也就能到此为止了。罗侯体内斗气疯狂运转，一股刺骨寒意弥漫整个空间。他决定不再留手，要用最霸道方式挫败这群新生。感受到这股扑面而来的寒意，萧炎心头一沉。斗灵强者的斗气充裕程度与他们还真不在一个层次。他体内的斗气已经接近干涸，如若不是丹药支撑，他恐怕已经立即而败。薰儿精致的俏脸苍白如纸，呼吸已经有些紊乱。吴昊状态最差，方才战斗让他旧伤崩裂，鲜血汩汩涌出。此时的吴昊全身染血，双目猩红，凶煞的模样宛若魔神。这一路来，他都是从黑角域中的死人堆中爬出，心中那股战意支撑他不愿倒下。只是如若再继续战斗，恐怕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。伤及修为根基，萧炎咬了咬牙，既然他被推选为队长，他就有义务保证所有队友安全。给我一点时间。萧炎开口，与此同时将几枚丹药塞入嘴中，用力咀嚼。薰儿、吴昊心领神会，三道身影不约而同挡在萧炎身前，这是他们对萧炎的信任。萧炎没有丝毫拖沓，身上青色火焰迅速收拢，沉淀坍塌于右手手心。与此同时，他左手紫光大盛，一抹紫火突兀升腾，两抹火焰相距不过数尺，彼此间就像是仇敌，相互跳窜着想要吞没对方，时不时传出火焰的噼啪作响，听得在场之人皆是心惊肉跳。此时一旁观战的内院苏长老如雕刻般僵硬在了原地。这个萧炎除了异火之外，竟然还能召唤一种紫色火焰。瞧见萧炎将两抹火焰靠拢，似乎想要融合为一，内院苏长老干瘪的老脸涌现出了极大的忌惮。这小子疯了吗？融合两抹实火，这可是连他们都不敢尝试的疯狂举动。稍有不慎，火焰相互排斥引发的爆炸，就连斗皇都要现场吃席。这个该死的虎钳，竟然连这种消息都没有告诉我们。苏长老还不忘补充，腹诽一下外院长老。罗侯此时也感应到了这股毁灭狂暴的气息，他心中不可抑制滋生出了恐惧，出手愈发凶狠。他想尽快摆脱眼前三人，去打断萧炎的蓄力。然而薰儿、吴昊他们就像是牛皮糖一样，根本无法甩开。终于在无数诧异目光注视下，一朵琉璃色的火莲在萧炎手中凝聚成型，空间扭曲，四周树木巨颤不已。苏长老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。萧炎不仅成功融合了两抹实火，而且这火莲的威力连他都感到些许忌惮。薰儿，你们退吧。萧炎疲惫的声音传来。闻言，薰儿、虎家三人同时调动剩余斗气，猛地轰向了罗侯，借助反震力拉开了一段距离。见状，萧炎灵魂力催动极致，牢牢锁定罗侯位置。紧接着，他身形宛若一道流星，暴掠向对手方向。罗侯本能的想要逃窜，却发现自己被一股强大灵魂力锁定，退无可退。感受到这股爆射而来的浩瀚能量，罗侯眼中涌过一抹坚决与凶狠。他癫狂的大吼道：“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有多强！”等级的优势让他心中仍存在一丝侥幸。他不信一位大斗师施展的斗技能够直接威胁到他。罗侯抽调出全身精气神，将所有力量汇聚一起，构造出了他最强的防御冰盾。下一秒，罗侯眼神中的坚决与凶狠凝固了，继而慢慢化开，最终被恐惧取而代之，无穷无尽的恐惧。他引以为傲的冰盾，他的巅峰防御技能，竟然以摧枯拉朽之势被萧炎的火莲轻松破开。这一刻，绝望与无助席卷心头。轰隆隆的火莲炸开，掀起漫天尘土，湮灭了眼前一切光景。强大的破坏力让山谷岩石炸裂，周遭树木毁于一旦。等到烟雾散去，众人见到瘫坐在地上的罗侯，俊朗的面庞邋遢不堪，神色呆滞。他眼神空洞地望着方才爆炸位置，似乎还未从战斗中回过神来。在他身前还有一道苍老的身影，正是内院的苏长老。先前战斗时，苏长老感受到了火莲的巨大威胁，他直接出手为罗侯挡下了佛怒火莲，这才从鬼门关将罗侯拉了回来。经此一战，萧炎彻底打服了内院老生，他们望向萧炎的目光不仅是发自肺腑的敬佩，还多了一份忌惮。来到内院，苏长老将萧炎他们带到了宿舍。让萧炎倍感意外的是，内院竟然安排他和薰儿、虎家、吴昊住在同一个阁楼。听到这个安排，虎家精致眉毛翘起，质疑道：“苏长老，难道要我和薰儿同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？”苏长老却不以为然：“楼阁这么大，房间又不少，又没让你们睡一张床。”简单两句话，却是让虎家哑口无言。萧炎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没料到竟然会和薰儿同居一个屋檐。薰儿却是异常洒脱，朝着萧炎嫣然一笑。只要能够与萧炎在一起，他心中自然是乐意万分。